这是高管专题，保洁走货梯左转。我不是保洁。不是保洁，那是实习生。哼，实习生也走货梯，这可是我们集团新人的规矩。你要是连这种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，最好现在就立马滚蛋。总经理秘书，不就是我老公萧泽的秘书吗？万千，到公司了吗？萧泽，你们集团什么时候立了实习生只能坐货梯的规矩？你那个江秘书现在正拦着我不让进电梯。你说彤彤啊，这小姑娘就是倔。算了，坐货梯也不会少几块肉，你就别跟她计较了，不然以后你让她在大家面前怎么抬得起头？居然让我让她的秘书。好了，先不说了，我正忙，挂了。装什么？赶紧滚开！这电梯等会儿还有高管要坐的，你别弄脏了。既然以前管理不到位，那今天就由我来管。你聋了吗？这不是你能坐的电梯，你不能进去！这么大一个公司，内部竟然会存在专用电梯这种阶级歧视。你还真上来了，这可是顶层，不是你这种人能上来的。你没通过我的转正，不用去人事部报到了，直接滚吧。连我的话都敢不听，你还想进来，真是做梦。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实习生转正通不通过，竟然取决于有没有听你一个总经理秘书的话。不然呢？我告诉你，每一个送到萧总身边的人都得经我这个秘书长眼。你一个实习生，刚来第一天就擅自坐高管专梯，根本就没把公司领导放在眼里。我绝对有权利直接辞退你。现在的实习生就是吃不了一点苦。今天抢着高管专梯坐，明天是不是就抢着总裁的位置坐了？人家江秘书说你不通过就是不通过，就算越过他去到萧总那儿，只要江秘书一个眼神，你还是不通过。是啊，江秘书可是萧总第一心腹，宠到没边儿，得罪了江秘书，无异于得罪萧总，还不滚蛋呢？萧泽，这就是你纵容出来的结果。听到了吗？趁萧总还没开完会，赶紧滚，否则以萧总的性子，看到我被欺负，一定会让你在全行业混不下去。这不是上个月萧泽让我买的表吗？说是送给婆婆的生日礼。行，这些话你让萧泽来跟我说，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。你怎么能喊萧总全名？萧总那种职位的人，是你这个实习生说想见就见的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看你就是奔着萧总来的，对不对？先是搞特殊，非要坐高管电梯，然后是在大家面前喊他全名，你不就是想引起他的注意，搞灰姑娘上位那一套吗？就你也想勾引萧总，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？你们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，以为穿得朴素一点，装得清高一点，就能引起萧总的注意。可惜了，萧总有洁癖，在公司除了我这个特助能靠近他，其他人都休想。我是来上班的，不是来辞敬的。还有，高管电梯从今天开始谁都能坐。他说那台电梯谁都能坐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胆子真大，江秘书在那儿守了10年，这种话也敢说。你什么身份，什么资格，竟然敢推翻我定下来的规矩？我跟了萧总10年，专梯专用的规矩也立了10年，你怎么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？就是得罪江秘书有什么好下场？妹妹，你就听江秘书的吧。我在68楼办公那么多年，一直都是坐货梯的，也没什么不舒服。63楼，货天最高就到63楼，那你是怎么上来的？走楼梯吧，5层而已，就当锻炼了。你也别跟江秘书吵了，你只要态度好点，认个错，江秘书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楼梯5层，就因为江琴同立的规矩，普通员工要每天爬拉5层楼。萧泽，你这集团到底是怎么管的？这是职场歧视，你就没想过提出异议？让你走楼梯又怎么样？你干了那么多年都还没升职，坐不上高管专梯那是你废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要是再敢插嘴，连你也给我滚！你够了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我不止打他，我还打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忍你很久了，现在马上立刻滚出去，不然我这一巴掌一定落在你脸上。
居然是他！江秘书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什么叫我在做什么？倩姐，你们人事部是都不想干了吧？哼，这种水平的实习生都敢招进来，你知不知道他刚刚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因为他做了肖总的高管专梯，我还得找人里里外外清洁一次，费用至少5000。这笔钱是不是从你们人事部工资里扣？坐次电车就要5000块清洁费，江秘书这招也太狠了。这下人事部也要惨喽，倩姐真是带错人了。坐一次电梯要5000，你这是勒索。还有，江秘书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刚才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职场暴力以及故意伤害？现在我会帮他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追究我？就凭你？我告诉你，在我们总部，一切事务都是肖总说了算。有肖总在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倩姐，马上将他的实习资格取消。今天之后，我不想再在公司里看到他，不然等肖总开完会，我连你一起追究。取消我的资格，你凭什么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没听到我的话吗？你去管他干什么？难道他是你的关系户？也难怪他会那么嚣张，连我的话都敢不听。倩姐，这就是你不对了吧？我们做了那么多年同事，之前让你给我朋友安排个岗位你都不愿意，结果现在自己竟然带关系户进来。我们也就是看你工龄久才喊你一声倩姐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就是啊，不过幸好我们江秘书眼尖，一眼就看出来你这关系户不对劲儿。刚才他还想破坏江秘书的规矩，如果不是倩姐你拦着，刚刚江秘书那一巴掌落下，不知道会有多爽。你们疯了！你们怎么会敢想去打他？你们知不知道他是……我可不想这么快说出身份，我倒要看看江庆虫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，正好一并决定这群人的去留。倩姐，你听好了，不管他是你的谁，马上给我处理了，不然……肖总出来了，这下他完蛋了。彤彤怎么了？在里面我就听到你在发脾气，有我在，谁还敢惹你这个祖宗？肖总，就一个新来的实习生，他不仅违反规定，还威胁要起诉我。岂有此理！谁敢在我的地盘对你……萧泽，你说我敢不敢？曼倩，我刚才不是在电话里让你别计较电梯的事了吗？你怎么还闹到要起诉那么严重？这种小事私下解决就行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女的真的认识肖总啊？认识又怎样？你们没听到吗？肖总虽然认识他，但这语气明显还是向着江秘书的。看来江秘书在肖总心里的位置无人能动。肖总，你说过的，在公司不管是谁都要严格遵守我立下的规矩，就算认识你的人也不例外。更何况我只是担心他一个不清不楚的外人就这么坐你专梯，要是有什么传染病你怎么办？万一弄脏了你的地方，我心疼啊。曼倩，小姑娘就是比较重规矩罢了，她这也是为了公司好。这样吧，我让她给你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了，好不好？道歉？肖总，你不是来帮我的吗？你怎么还让我给他道歉？他凭什么？我只是为了维护你的专梯，我有什么错的？我绝对不会道歉。专梯？萧泽，你在公司就是这么搞特权的？曼倩，我……不好意思，就算他道歉，我也不接受。谁说我要道歉了？你还真把自己当颗葱了。你连正式员工都算不上，我们公司的规矩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指手画脚的？我看你就是没被打够。曼倩，彤彤她还年轻，你没必要因为不给你做专梯就这么上纲上线的。你这样对一个小姑娘咄咄逼人，
以后在公司谁还能服你？萧泽，他在公司搞阶级歧视，甚至当众动手，你跟我说是我上纲上线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而且你这么维护自己的女下属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才是你妻子呢。曼千，你别胡说，我只是……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我确实和萧总在一起很久了，怎么样？知道了还不赶紧给我道歉，然后滚蛋！天哪，原来江秘书真的是萧总女朋友，难怪萧总那么宠她。其实我早就发现了，好几天晚上回来，我都看到他们在办公室里恩爱呢。笑死，这女的以为找萧总告状就能怎么样，没想到惹的是萧总的正牌女朋友。江青桐，这里可是公司，你别胡说。我怎么胡说了？这表还是前2天你送我的生日礼物。既然他知道了，那就别瞒了吧。你疯了，赶紧闭嘴！今天你放1天假，等你清醒了再回来上班。萧总，你怕他做什么？你是总经理，在这里谁敢说你一句不是？杨经理，今天开始把萧泽辞了，我看江秘书还能仗谁的是欺人？这个女人疯了吧？开除总经理？你算什么？你怎么能辞退萧总？你得了失心疯吧？你还说，我不是让你闭嘴了吗？别靠我那么近，在公司我不是你妻子，请你尊重我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季总？什么季总？你怎么可能是萧总老婆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季曼千，是集团董事会刚刚任命的新任总裁。什么？她不仅是萧总的老婆，还是我们新任总裁。我们刚才都做了什么？所以说，刚刚江秘书打的是我们的总裁。完了完了，我们也跟着起哄了。不对，江秘书刚刚说自己和萧总早就在一起了，那岂不是……天哪，我们要被江秘书害死了！萧总，你要帮我不能失去这个工作。而且这件事怎么能全怪我？如果你早跟我说，我怎么可能会阻止他做高管专梯？我没跟你说，我刚刚不是让你道歉了吗？结果你却越说越多。我告诉你，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别想着拖我下水。萧泽，你这个敢做不敢当的懦夫，你再说一遍没关系。要不是你说你老婆去国外出差了，我怎么会这么没有防备？是你说的，在公司里我就代表你。你说我就算横着走，也没人敢说我一句的。现在你说这些话，你想过我吗？这么说，江秘书还是知道萧总有老婆的。我的天，江秘书也太恶心了吧！我们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仗着萧总喜欢，在公司横行霸道。现在季总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嘚瑟。季总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取代你的位置。我要是早知道你就是，我今天怎么会？就算我不是萧泽老婆，不是什么集团总裁，难道他就能这么对我了？一个总经理秘书都这样，下面的人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杨经理，进来一下。老婆，你……我说了，在公司叫我季总。至于你和江青桐的事，我现在没兴趣了解。季总，其实我之前已经提出过江秘书的问题，可因为萧董，你先把江庆彤的入职资料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季总，你看，他原本只是一个保洁。是的，本来只是个保洁，主要负责萧总办公室的清洁工作，结果才3个月，萧总就主动提及将他赶为公司前台，又过了不到半年，直接升为了总经理秘书。再之后，他就开始立公司各项规矩，包括那台高管专梯，保洁转前台。
这几个数字。没想到江庆庭保洁转为前台那段时间，正好是我刚和萧泽结婚后不久。那会儿我意外流产，在家休养身体，可萧泽却好几天夜不归宿。万千，对不起，这几天公司项目出了点状况，我得去外面多应酬，多赚点钱，以后让你和孩子过得更好。我是在努力养家，你别胡思乱想，好好养身体。那会儿他跟我说是为了去外面应酬，努力养家，结果是为了他。当时他装出一副悲痛的神情，我还以为他也是因为孩子的事情心里难受。那会儿我明明身体还没恢复完，就逼着自己重归职场，心想只要我振作起来，他就不会这么难过了。现在看来，那段时间他估计是在外忙着哄江庆童高兴。还有第二次从前台转为秘书的时间，那是我第一次接受外派，只身去国外出差。其实今天要不是江庆童闹，我应该还会被他的人设蒙在鼓里，毕竟我太过信任他了。今日起辞退萧泽和江庆童的一切职务，理由是违反公示章程，滥用职权，录用不符合公司用人条件的职员，还有刚刚在外面帮江庆童说话的那几个员工，好好查查他们平时有没有跟江庆童存在利益往来。另外，取消高管专梯。是，季总。老婆，你到底要我说什么你才信？如果我真的和他有什么，我怎么可能还会在你来任职这天让他出现啊？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老婆，你刚刚应该去看了江庆童的人事档案吧？我可以跟你解释的，我就是看他一个孤儿挺可怜的，年纪轻轻就做保洁，所以才想着给他个机会提携他。后来让他做前台，他也做得很好，所以我才……万千啊，怎么了？妈，前几天你生日，我送你的那块白色腕表，用着方便吗？什么腕表？万千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哪里有什么腕表？妈，你忘了吗？我送了。小心犯事儿吧。妈，你忘了吗？我送了那块手表，我说了是曼千给你买的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是不是你随手搁那哪儿给忘了？哎，这万千那孩子买的，我确实没见过啊。萧泽，我们离婚吧。曼千，你就因为我送了江庆妍一块手表就要离婚？我们结婚都10年了，我不就是怕你像今天这样多想才骗你说送给我妈的吗？我就是想买点东西激励一下员工而已。激励？萧泽，有些话你自己说说就行了，没必要把我想得那么蠢。对了，你的辞退通知下午人事部会发，做完今天就走吧。季满心，我可是董事会一致投票选出来的总经理，我在总部任职的时间比你还长，你觉得你新官上任一句话就能把我辞了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笑什么？萧泽，其实你6年前上任总经理是董事会为了留住我做的决定，那时候他们就有意让我处理完国外项目回来总部任职总裁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是怕我走了才任命你上去的。只是那时候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，才同意了。可现在看来，是我错了。你骗人！明明是我自己有能力，我自己做出来的成绩不是靠你。我不否认你有能力，但是萧泽，我比你更有能力，你懂了吗？
没什么事就出去吧，我还要工作。离婚协议我晚点会发你。你是不是忘记了，上次医生说了，你的身体大概不能要孩子了。你都快40岁了，又生不出小孩，和我离婚了，谁还要你？你就舍得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？江庆童本质上就是一个保洁，他怎么和你比？他根本就动摇不了你的位置，你为什么就非要抓着这件事不放？萧泽，你真好笑。首先，不管我几岁，这件事错的人都不是我。其次，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婚姻。你再不出去，我就叫保安了。这不是请求，而是警告。季满谦，你这是非法辞退我！我做了10年，就因为你觉得我和你老公走得近就辞退我，让广大网友看看到底谁占理！一来就把自己老公的秘书给辞了，有毛病吧？美女别怕，你做了10年，他就算是总裁也无权这么辞退你。建议马上举报到你们公司董事会。原本只想低调处理，辞退就完了，可没想到江庆堂不仅不觉得自己有错，甚至还敢把这种事闹到网上博同情。看到了吗？你要是不想上班第一天就被董事会除名，就马上恢复我和萧总的职位。哼！季满谦，你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我和萧总有什么，要是上到法庭，你那叫污蔑，知道了吗？只要我一句话，直播间2万个人就能用唾沫星子把你淹死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在总裁位子上坐稳。恢复职位？没错，不仅要恢复我们的职位，你还要给我涨薪20%，就当做是你的诚意。只要你点头，我就可以在直播间说我们已经协商好了，一切都是误会。反正这工资又不是你自己掏的，对你也没什么坏处，还能保住名声，多划算的买卖。满谦，他说的有道理，你也不想董事会看到直播对你有意义吧？以后我是总经理，你是总裁，这样不好吗？我们天天在一个公司，你也不用担心我和江庆童有什么了，是不是？真有意思。那就一样一样来吧。首先，董事会调应我回来做总裁时，就已经将公司之为伍的股权划到了我名下。按道理来说，给员工出薪资我要负责。你涨的那20%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在割我的肉。另外，谁说我没有你们背叛我的证据？你刚来能有什么证据？你那都是道听途说，外面同事说的都是假的，这你也信？家人们别听他乱说，他就是想逼走我这个老员工，好安插他自己的人。那就让网友们亲眼看看。宝贝，大家都下班了，你也该陪陪我了。在茶水间应该会更愉快哦。你怎么？啊？那男的不就是他的上司？不是说自己和上司没什么的吗？所以他是真的勾引了自己上司，女总裁辞退他，根本情有可原。他刚刚自己说了，上司是女总裁的老公，他破坏人家家庭，怎么好意思倒打一耙？之前帮他说话的我删屏了，我好蠢。不是的，那视频是假的，我没有，你们不要相信，那是他 AI 合成污蔑我的。这枚 U 盘其实是杨倩方才在人事部悄悄给我的，当时我只看了一个开头，就瞬间明白了一切。本来我是打算留着做离婚官司的筹码，让他在法庭上净身出户，没想到今天被江庆童这么一逼，倒是提前亮出来了。怎样？我这里还有很多，不止茶水间，还有办公室、会议室，甚至走廊的。你们还要看吗？
就是你勾引我的，我被你害死了！你还好意思直播？现在董事会的人都知道了，我们两个不滚都不行了。我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人设全毁了。你打我，萧泽，你凭什么打我？要不是你让我在公司里代表你，你让我横着走，我怎么会这样？当初是你先来找我的，萧泽，你现在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们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现在来说被我害死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也害了我？你说过会保护我的，就是你为了上位勾引我的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东西？不就是个保洁出身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说这些？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？说不上什么滋味，只是觉得有些累。这种闹剧多看1秒都觉得脏。保安室，麻烦派2个人上来，总裁办公室有人需要请出去。住手！季满千，你要对我负责！你让我负什么责？就是他出轨了，是你没有管好他，所以你必须负责。他会背叛你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当老婆的不称职，不然他怎么会和我在一起？你跟他和平离婚，财产对半，这样大家都好过。不然我就去找董事会，我要把所有事情都抖出来，看看你们季家和萧家的脸面还要不要。一段婚姻出了问题，从来不是因为有人没看好谁，错的人从来只有做出那个选择的人自己。至于你说的孩子，那是你们2个人之间的事，与我无关。带走。放开我！季满千，你不得好死！萧泽，你说话呀！季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坐。季总，我刚才查了一下，之前公司里确实有人长期向江庆彤输送好处，用绩效数据换取私下照顾，涉及到的员工有，全部核清楚之后，按程序处理，一个不留。是。季总，今天真的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是集团辛苦了，养了这么久的蛀虫。没想到短短2年间，通过江庆彤虚报绩效、截留项目奖金，甚至大肆安插亲属入职，涉及金额加起来竟然超过了300万。看来萧泽在任总经理这6年，这家集团的管理层早已烂成了一个筛子。既然是筛子，那就别怪我一竿子全捅破。曼千啊，我听萧泽说你把他辞了，你们小2口闹矛盾可以关起门来解决吗？怎么能闹到公司？他好歹是你丈夫，他丢面子倒无所谓，倒是你会不会太受委屈了？毕竟底下的人什么都不知道，流言蜚语传出去多难听。妈，既然您不说话，我替您回答。因为那块表现在正戴在一个叫江庆彤的女人手上，而她刚才当着全公司的面告诉我，那是萧泽送她的生日礼物。曼千，这怎么会？妈，我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很多。如果萧泽有情绪，让他直接给我发律师函。至于您这边，逢年过节我会照常探望，毕竟这些年您对我不薄。萧泽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真正让我下决心的不是你的背叛，而是你把我们这些年共同打拼的事业变成了欺上压下的游乐场。你伤害的不仅是我，而是公司的每一个人。现在该彻底结束了。开除了，全开除了！这一名单上的全是萧总以前的人啊！辛总这是要把总部彻底洗牌啊！我就说那个江秘书有问题，平时横着走，这下连累一大片。季总，不好了，市场部那个刘组长带着5、6号人在走廊里闹，说您污蔑他们，要讨个说法。季曼千呢？叫他出来！凭什么辞退我们？我们要证据！
季总，要不要叫保卫处来？让他们去大会议室等着，我10分钟后到。季总，您就这么过去，不需要法务或者安保先过去清场吗？不然呢？他们敢闹，就该知道后果。季万千，我在这个公司干了15年，你一来就说我跟江秘书有利益往来，证据呢？就凭几个人的口供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把通报撤了，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。就是啊，我孩子刚上重点小学，房贷还有20年，你这样把我开除了，是要逼我们全家啊！你当总裁的就能随口断人生路吗？去年12月，你以市场推广费的名义从公司账户扯取了23万5千元，但这笔钱最终没有打给任何一家广告公司，而是进了一个私人账户。这个账户的开户人叫江志国，是刘组长你的亲舅舅。你们还要证据吗？今年3月，你为侄女刘雨薇办理入职手续时，填写的学历是硕士研究生。但不巧，我昨晚让人去教育系统查了一下，她连大专都没读下来。你们听好，现在拿上这份名单，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。我可以看在你们工龄的份上，不追究后续的法律责任。但谁要是还想闹，我的法务团队随时准备应对任何诉讼。你们也可以试试，看看是你们起诉我诽谤，还是公司起诉你们职务侵占、学历造假。这还只是阵痛，比起让蛀虫继续啃下去，我宁愿一刀切干净。季女士您好，这边有邻居反映您名下的星河威7栋2301最近几天频繁有陌生人员进出。星河威7栋2301，那不是我和萧泽结婚第5年时买的一套大平层吗？后来我在国外出差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萧泽说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空落落的，就搬回了市区的一套小公寓。那套房子就一直闲适着，只有定期保洁会上门。万千，你要是去国外了，我一个人守着这几百亩的房子，真的会寂寞死的。我搬回那套小公寓住好不好？那里人多，热闹点儿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你好，我是星河湾小区的业主，能帮我调一下这几天的门警记录和监控吗？原来那套房子根本不是闲置，萧泽早就把密码给了江庆童。动作快点，慢慢吞吞的。还有这些东西很贵的，弄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能不能注意点？萧泽，我天天对你唯命是从，结果就因为你老婆回来了不惜打我。平时我们厨房、沙发哪里没玩过？但偏偏这个房间你怎么都不让我进，我倒要看看你里面放了什么好东西。季总，您脸色不太好，我没事，帮我把今天下午的会议催后到明天，然后通知法务部，让李律师带上一个调查员，1小时后在公司楼下等我。您要去回自己家清理垃圾。江庆童，你以为萧泽给你密码就是你的房子了？我今天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房产证上的白纸黑字。密码被改了，联系物业。季女士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是我们核实身份不严。
江庆童，你真是好样的。萧泽，你奶奶生前留下来的东西全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李律师，取证的时候，每一件损坏的物品都要拍照留存。另外，让调查员注意提取指纹和 DNA 样本。明白，我这就安排。这种程度的破坏已经触犯法律了。彤彤，你最近这些东西到底是哪儿来的？你老板真的会给这么多奖金？周明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段时间你吃我的用我的，我养着你，你现在居然要怀疑我？没有，彤彤，但你老板给你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又是包包又是镯子，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怕我找别人？我告诉你，周明，我是看在我们5年感情才供你吃喝的，不然就你现在的身份，钱赚不到，天天跟着你住这个出租屋，未来能有什么出息？江庆童是谁？江小姐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同志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，他什么也没干啊。对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是不是误会？先跟我去现场指认就知道了。后来我得知，周明发现江庆童不仅一直在骗他，还偷偷把从我家拿走的东西低价变卖，换来的钱全都花在了他自己身上。那些东西是哪来的？萧泽给的房子里面的东西当然也是我的。我没偷，我是萧总女朋友，我住我男朋友的房子，怎么了？那些东西都是我男朋友买的，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季漫谦，又是你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是不是？萧总，你快跟他们说呀！这个房子是你让我住的，那些东西也是你说可以随便用的，你快跟他们说呀！我是在帮你处理旧东西。我什么时候说那些东西你可以随便卖了？那件大衣是曼千存了3个月工资买的，那个柜子里面是我奶奶留给她的遗物。我跟你说过，让你别碰那柜子最里面的东西，你答应的好好的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，萧泽，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这房子是你名下的，你说你老婆在国外不回来了，你说这些东西以后都是我的，怎么现在正主回来了，你就想提上裤子不认账了？我说的是以后，我分明说的是离婚之后，现在婚还没离，这些东西还不是你的。萧泽，所以你早就计划好了，等我回国就跟我离婚，然后把房子和里面的东西都给他，对吗？曼千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说，你在外面养了他10年，给他升职加薪，给他买限量款名表，把你奶奶的遗物也送给他，然后告诉我你只是一时糊涂。行，萧泽，你不是人。你当初在茶水间抱着我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说你老婆就是个工作机器，你说你跟她在一起早就没感觉了，你说只有我能让你觉得自己是个男人，这些话都是你说的。现在出事了，你就想把我一个人推出去？我告诉萧泽，就算我进去了，我也要把你拖下水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？你以为……够了！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还嫌你造的孽不够多吗？我造孽？我造什么孽了？你还要不要脸？是你先来找我的，是你跟我说你喜欢我的，是你让我住进这套房子的。现在出事了，你倒成了受害者了。萧泽，你去死吧！你们放开我！萧泽，你不得好死！萧泽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结婚那天你跟我说过什么？你说，曼千，我这辈子一定会让你幸福，如果我让你掉一滴眼泪，就让我不得好死。而这句话你也向你奶奶承诺过。看着这样的他，我心里竟然没有任何快意。原来当一段感情彻底腐烂，连恨都觉得浪费力气。终于快结束了。
李律师，后续的事情交给你处理。被损物品的价值评估出来后，直接追加证据立案。好的，季总。那肖先生这边，他毕竟还是房屋的主人之一，如果他提出异议，如果他想要回什么东西，让他来找我，我等他。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曼千，我们终于走到这一步了。我有老婆了，我有老婆了。那你以后可要对我好哦。会的，肯定的。我答应过我奶奶，我这辈子只要敢让你掉一滴眼泪，我就不得好死。以后等我们有钱了，我们住大平层，把你喜欢的东西全都放在一个房间。季总，回来了，坐吧。辛苦你了，一点家事居然还让你一个人事经理去做笔录，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辛苦你了，一点家事居然还让你一个人事经理去做笔录，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不辛苦，季总，我赶到那儿的时候，江清魔已经被带进去了。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东西那么值钱，我只是鬼迷心窍，都是萧泽害的，是他非要带我去住，是他没管好我，你们放过我吧，跟我没关系。江庆童做笔录的时候，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把责任全推给萧泽了。星河湾的监控拍到他多次带回收人员上门，那个回收人员为了减轻包庇的处罚，交代的特别利索，提供了详细的交易记录和转账凭证。还有和江庆童在外同居的那个周明，他想见江庆童最后一面，但到最后也没见成，最后一个人在台阶上哭了很久。他是真心喜欢江庆童的吧？也没什么好可怜的，他不够勇敢，不够坦白，躲在江庆童的庇护下，他明明什么都猜得到，但又什么都不做，甚至在江庆童穿着我那几万块钱一件的衣服回家时，他都没有问一句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。他的真心不过是自私地享受着江庆童偷来的繁华。那个周明和江庆童应该也在一起很久了吧？对，据说江庆童刚来公司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相爱2年了，没什么好值得可惜的。世界上没用的承诺和被辜负的人都太多了，躁动的灵魂永远不适合躲在来之不易的幸福下。杨姐，帮我把李律师叫过来一下吧。好的，季总。季总，萧泽那边怎么样了？自从我们离开后，他就一直待在星河湾。听那边的物业管家说，他把自己关在2301里，好几天没有出来过，连饭都是放在门口的。但什么？但后面我们找他核对物品清单和做价值评估时，他直接报了一个数字给我，并说所有损失他会替江青桐照价赔偿给您。这是我们核对的清单，总价和萧泽报的完全无异，甚至连一些已经停产折旧严重的物品，他报的价格也极其精准。可毕竟是放了很久的东西，所以还需要季总您这边再核对一下。萧泽，没想到这些东西你记得这么清楚。这些年，你究竟是带着怎样的心思在衡量这些东西的价值？清单上的东西大部分其实已经无所谓了，少了也就少了，只是放在柜子里的镯子和一个暖色的皮包，江青桐有说被他卖到了哪里吗？这里，我们有找到包的下落，回收点已经锁定了，但很可惜镯子已经不知所踪了。江青桐交代说，那是他卖出的第一件东西，对方是个流动的私人买家，现金交易，没有任何记录。没事了，李律师辛苦你了，先出去吧。好的，季总，您保重。萧泽，你肯定想不到当初我流产的时候，你奶奶就已经把原本等我们有小孩再给我的镯子给我了，那是她老人家临终前唯一的念想。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就不该认识吧。曼倩啊，小泽这个人从小就爱玩，就爱到处跑，不管着总能惹些麻烦事儿出来。过段时间你要去美国出差，我这身体啊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奶奶没事的，你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。等我这次出差回来，咱们就换个环境养身体。我和萧泽已经开始挤入高管行列了，
等到时候我一定带你去住更大的房子。只是奶奶我……满谦啊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以后就算真的要不了孩子，那就要不了吧。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，奶奶就知足了。奶奶，我去叫医生，再给你倒杯温水润润嗓子。没事，不用喊，不用喊，就单纯的咳嗽，老毛病了。满谦，怎么了，奶奶？奶奶真的很舍不得你。这个啊，原本是打算等你和小泽有了孩子，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再给你的，但已经无所谓了。能看到你和小泽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我就开心。以后小泽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也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。您尾号668的账户入账人民币320万元。多的20万是我欠你10年的利息。季总，江庆彤的案子有了初步结果，因为涉案金额巨大，且盗窃期间还有毁坏财物的情节，他被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，量刑建议是3年以上。那个回收人员也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立案侦查了。季总，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刘志刚，就是当初被您开除的那个刘组长，也被抓了。他在离职后试图闯入公司服务器窃取商业机密，被新安装的防火墙系统截获了入侵痕迹，安保部直接报了警。至少一切都在往正确的方向走，不是吗？李律师，那件事情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季总。我和肖先生取得了联系，说最快今天下午就能签。肖先生那边也带了律师做见证，到时候直接过去签个字就好了。这个条件他完全接受。对的，季总。肖先生除了自己现存的，几乎没要任何共同财产，包括名下的房产比勒和几辆豪车的处置权，他都签了放弃声明。行，那现在就先过去吧，刚好我下午没有安排。终于结束了。你怎么就能犯了这么大一个错啊？曼倩多好一个女孩，你们相爱这么久了，居然背叛她这么多年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妈，对不起。别和我说对不起，你从小就聪明，但真的从小就爱冲动行事。说真的，就是你奶奶惯着你，把你惯得无法无天，觉得什么事儿都有人替你收尾。妈，你干嘛又扯奶奶？我难道说的不对吗？你打小就爱犯错，你奶奶除了教会你知错能改，但爱犯错的毛病却怎么也治不好。好了，你要知道，不是所有错误都能靠回头来弥补。去吧，和曼谦好好告个别。那么多东西都找不回来，她一定很伤心，特别是里面还有你奶奶送她的手镯。什么手镯？你难道不知道？那是你奶奶临终前亲手套在她手上的，说是留给孙媳妇的念想。萧泽还没来吗？明明刚才还能联系上，但现在手机怎么也打不通。我给他的律师发了消息，也许能看到吧。他要是不回消息，我们就先回了。怪我有点心急。曼倩，开始吧。现在宣读离婚协议内容。财产分割部分，房子归季女士，车归肖先生，公司股权归季女士，肖先生个人存款归他自己。此外，肖先生主动放弃了星河湾那套房子的一半产权。肖先生，关于以上条款，你有异议吗？没有。既然双方都没有异议，那现在就请在末页签字吧。能不能让我和曼倩单独说几句话？曼倩，这10年对不起。这几天我在出租屋里想了很久，我把我们刚结婚那时候的照片翻出来，一张一张看了一遍。那时候你每天加班到11点，回来还要给我做宵夜。我说我想创业，你连眼睛都不眨就把你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给我。
我妈住院那段时间，你请了1个月的假守在医院，端屎端尿的活都是你一个人咬牙干下来的。可我是怎么对你的呢？你流产在家休养的时候，我在外面和江庆彤腻歪；你一个人在国外跑项目的时候，我给他加薪升职买名贵手表。你回来接任总裁，在我的地盘上，我甚至连一架破电梯都没敢为你争取。曼千，我以前一直觉得只要我在家对你够好，就是一个好丈夫了。可我现在才发现，我对你的好是把你当成了一个可以放在家里不用管的摆设。我对江庆彤的好，是因为他让我觉得自己高高在上。从头到尾，我就是一个自私到骨子里的混蛋。萧泽，你说这些是想让我原谅你吗？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原谅，我只是想在签字之前把这句话说给你听。曼千，以后如果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随时找我。不用了，没有以后了。不是因为我想挽回什么，是因为这10年我欠你的。看着萧泽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，不是心软，不是感动，也不是释然，只是一种很平静的了结，像账本上最后一笔烂账终于被清消。彼时的阳光和此刻的阳光是一样的温度，可我们已经是2个人了。季总，一切都办妥了，后续的手续我会跟进。终于彻底结束了。你好，季总，由于时间紧迫，没来得及提前认识，我是倩姐昨天为您安排的助手，我叫陆瑶。你好，陆瑶，听杨经理说最近就是你在帮他重组工作人员，没想到年纪轻轻就这么有能力。过奖了，季总。今天我来主要是为您记录待会儿的董事会议。据我所知，刘副总3位大股东联名要求增加临时议题，但方向看起来不太友好，需要提前准备什么吗？没什么要准备的，很多证据都摆在明面上，他们想要我的位置，也得看手里的牌够不够硬。季总，这场会议共7位董事，除去刘副总自己，财务总监老赵，还有赞助资本林董，这3票是确定的。剩下4位都未表态，那就是3对4。季总，今天这个议题不是针对你个人，而是公司接连的人事清洗，确实让很多老员工人心惶惶。我们希望总裁这边能给出一个更透明的解释。刘副总想要怎样的透明解释？比如您辞退市场部刘组长的依据，到底是基于合规审查，还是基于他是江秘书的人？还有就是上一季度的有一部分广告费用没有经过副总联委会签字，直接由您办公室批掉了，这不是正常流程吧？刘副总，先说第2个问题。既然谈到流程，那我们就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不合规。既然你上赶着找死，那我就从你最信任的钱袋子开始通起。上一季度未经过签字的广告费用总共3笔，合计470万。这3笔分别用于峰会期间的1级展位、新区新渠道的首月铺货补贴，以及品牌升级的紧急外包。峰会的展位是在开展前3天才放出来的，如果要走那套流程，至少需要5个工作日。到时候展位已经被竞争对手拿走了，请问到时候谁来负责这个损失？新区的铺货补贴是配合我们新渠道战略的关键节点，错过窗口期，渠道商签约率会下降至少 30%。刘副总，这 30% 的市场规模，您签个字就能补回来吗？品牌升级就更简单了，原来的设计公司因自身原因中途毁约，我们必须在1周内找到替代方。请问刘副总，这3件事哪一件能等得起联委会签字呢？话不是这么说，程序就是程序，没有联理会的集体决议，你这就是在破坏规矩。那我们来谈谈第1个问题。
刘志刚，市场部组长，工龄15年。过去5年里，有4年绩效评估是由你刘副总亲自审批通过的。同一时期，他的亲舅舅江志国名下账户陆续收到了5次来自工作合作方的巨额转账。啊！你放屁！这些转账和我什么关系？你别想往我身上扣屎盆子！我说过和你有关系吗？这些转账背后是谁受益的，是谁牵的线？刘副总，你要是感兴趣，我可以让陆瑶把完整证据链也投屏出来。各位董事，今天我坐在这里，不是因为谁的关系或是谁的偏爱，是董事会投票通过的任命。我接手这个集团，内部已经累积涉案超过300万，多条业务线虚报业绩超过1年。我做的是合规清理，不是个人清洗。在这个公司，能留的凭能力走，该走的凭证据送。萧泽，那个被你和江庆荣弄脏的游乐场，终于彻底拆掉了。现在，这里才真正属于我。